你好，欢迎回到 Living in Love，活在爱中。我是杨继昭，Teresa。在很多心理与灵性教导里，都不断强调一件事，那就是觉知。只是我们很容易把觉知当成一种需要达到的状态，好像有一天只要自己真正有了觉知，很多问题就会自然消失。至少我以前是这样以为的。但其实觉知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起点。那什么是觉知呢？为什么没有觉知就没有选择？觉知并不是去观察一个抽象的自己，也不是站在高处看人生。觉知就是看见，非常日常，非常接近身体的看见。例如，公司开会时，你明明有想法，但一听到别人语气稍微强硬，身体就收起来，话也收回去，表面上像是自己选择，不想惹麻烦，给人空间。但如果慢慢往里看，你会发现，每次你想开口、想表达时，脑海里立刻浮现以前听过的话，不要出头，乖一点比较安全。你又不一定说得对。这些话也许来自小时候，家里要求安静，或老师偏爱听话的孩子，或一次被笑、被打断、被否定的经验。于是，现在的你虽然长大了，在开会，在工作，但身体还在听那些旧的声音。这种沉默不是你当下清楚做出的决定，而是过去熟悉的方式正在发生，而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少。当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些内在运作，人生其实比较像是被推着走，而不是自己在走。如果能从觉察中开始看见，原来自己不是每一刻都是自由决定，而只是照着旧的方式在运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、有空间开始去做选择，选择说出自己的意见，选择说不，选择不再照着旧的方式在运作。事实上，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活在自动反应里。你可以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有些情境一再重复，同样的语气一听到就立刻不舒服，某种态度一出现就马上防卫或退缩，一句话还没听完，身体就先反应了。这些反应很容易让我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我。但如果愿意慢慢停下来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往往不是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，而是早已根深蒂固的自动反应。而在那些瞬间，值得问自己的是：我的反应是我真正想要的吗？还是我只是被推着走？觉知就是从这样的自我疑问中开始。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反应的时候，这些情绪就不再会那么有力量。看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松动，我们不需要
赶走这些情绪反应。因为当你看见，哦，原来我是在害怕，原来这不是现在，而是过去在说话，那一刻，你已经不再完全被它牵着走。也许情绪还在，也许反应还会出现，但你不再是盲目的跟着它跑。这就是从自动反应走向觉知的转换。只是这样的转换并不是总是那么容易。觉知之所以不容易，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一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地方，看到自己的恐惧、逃避、错误的判断，看到自己其实还在学习，还在摸索，这会挑战我们对自己的想象。但真相很重要，很多痛苦其实不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我们拒绝看到正在发生什么。觉知需要的不是自我完美，觉知需要的是诚实，愿意看见现在的自己是怎么在运作的。就是这样的看见，不带评价，不急着改变，只是愿意把自己带到光里，而就在这个看见的地方，选择才开始有空间。或许这也是一种对自己温柔的方式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。这里是 Living in Love，活在爱中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